Hello， 大家好，说来就来，我是芊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聊聊关于人可不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我在我之前的许多的影片有不停的强调，在灵魂的眼里，这世间的一切都只是一场体验，没有好坏之分。但是这也带给人们产生了不少的疑问，他们开始想，好，我理解，但是无论如何，那些想法都是在我投生之前决定的。我现在，当下的我，好累哦，不想再体验这场人生游戏了。我可不可以解脱？我可不可以改变我的命运？我和我的家人关系不好，我想摆脱这样的状况。我总是在感情里被伤害，我好穷，我不想再过贫穷的生活了，可以改变吗？当你开始厌倦有这样的想法出现的时候，我想说，恭喜你，你终于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了。你知道你的灵魂一直在等着你这个觉悟等了多久吗？因为这就是你的任务，去改变你的命运。没错，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呢，你的命运都已经被安排好了。你的性别、父母、国家、种族，甚至是有些人会带有先天疾病，这些都是你的灵魂所安排的。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同。很多人听到这里的时候，发现到自己的命运已经被决定好了，感到非常沮丧，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被注定了，无法改变。你需要明白这一点，命运之所以被创造，都是为了以最高的意义去服务于你，而不是让你去服从它。不是说因为你的命运已经被决定好，所以你就必须得认命，得过且过。它通过你的外在去显化在你的这一世，就是为了让你去从中得到你需要的信息，让你去看见并且领悟，你会更了解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，并且去跨越改变它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觉醒者，他们在觉醒之前呢，他们通常都会经历一场坎坷痛苦的人生经历。因为当人在面临痛苦极限的时候，他们会开始挣扎，想要摆脱这些痛苦。灵魂很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成长，因为这个方式是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方式。为了让你看见光明，那就把你推进黑暗里。如果你本身已经活在光明里，让你去找到光明的时候，你会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就好像鱼不知道自己活在水里一样。这个方式是不是听起来既简单又粗暴？命运是你的课题，你是无法逃避的。无论你怎么过好你的生活，该发生的事就是会发生。每个生命都有属于自己运转的方式。每当你解开不了这些课题，它会附在你的灵魂记忆里。当你迈入你的下意识的时候，你就必须重新面对你所有前世未解决的课题。面对命运，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并不是沦陷在外在所发生的事情，抱怨命运玩弄人，而是从中去观察，去学习它要带给你的信息是什么，让它服务你去成长。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它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在你的身上。你的灵魂是特别爱你的，它不可能会玩弄你，好吗？命运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让生命体会到，无论你面临经历了什么事情，你依然可以保持内在的光，保持你的本质，通过你的光芒去改变它。一旦你跨越了，你就会发现到你是多么的强大。所以如何要改变你的命运，就是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它。人生本无常，你无法预料到你的未来会如何。我们是无法改变这个人生游戏的规则的。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疫情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经济衰败，许多人面临失业的问题，也因为这些疫情也带走了不少性命，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无法预料到的事情。
你无法控制改变外在所发生的剧情，但是你可以改变你自己。你无法控制别人的想法、说出来的话、出现的行为，但是你可以选择你的语言、行为以及想法。通常人们会感受到他的人生很痛苦，原因在于他们不想接受他们的遭遇。你可以选择不去接受，但是不接受你的命运有用吗？你有因此而过得更开心快乐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你就不会去想改变你的命运了。游戏规则已经注定好，我们无法篡改那些规则。无论你接不接受，不该发生的事情就是已经发生了。我们所能做的呢，就是去知晓外在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来自你灵魂的安排，并且带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。只要你肯面对并且跨越你的课题，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。就像我们所看见的那些社会的成功人士，在他们成功之前呢，他们也是面临了许多的困难，但是他们没有被命运击倒。他们依然相信自己，内在的光火依然不灭。他们没有想结束这一切的念头，而是一步一步去化解种种的困难，才可以达到今天的成绩。接受不代表认命，你只是去接纳所发生的一切，但是你没有放弃，你依然相信你自己可以改变你的命运。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，是因为你的灵魂知道你有那个能力去跨越它，所以它才会出现。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。往往都是因为人不相信自己，因为脑袋通过之前所有失败的经验来判断未来的发展，所以他们会很容易就放弃了。所以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关键在你的决心。学会相信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。既然你都明白这一切都是灵魂的安排，那就尽情的享受那个过程，不要太执着那个结果。无论你知不知晓，你的灵魂永远一直在你的身边，默默的支持你。当你学会去享受命运的安排的时候，你还会感到痛苦吗？你的痛苦就消失啦，因为你不再被外在所发生的事情去左右，而是更专注你的内在。你清楚的知道你要什么，并且相信自己可以达到，而你的痛苦会被智慧给取代。任何困难的解决之道，而是在于你不再执着于结果，而是顺水而流。这一切不再是你的困难，而是你宝贵的成长机会。喜欢的话就订阅、分享、点赞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